嘿，大家好！上次我们聊到 WSL 的指令列，对吧？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点更酷的，帮它加上一个完整又好用的图形桌面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就来动手，一步一步把你的 WSL 指令列变成一个功能齐全的桌面环境，跟着我做就对了。好，在我们正式开始安装之前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，就是先快速检查一下。我们要确保你的 WSL 环境都已经更新到最新，都准备好了。这样可以避免掉后面很多奇怪怪的问题。先做好准备，总是没错的。OK， 请你用系统管理员的身份打开 PowerShell， 然后呢，照着画面上的顺序跑这3个指令。这一步的目的就是要确保我们的出发点是一个干干净净、最新的状态，这样后续才会顺利。好，前置作业都搞定了，接下来就是重头戏啦。我们要打开Ubuntu的指令列，开始安装 XFCE 桌面，这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好的，在 Ubuntu 的 CLI 环境里面，我们先输入第一个指令 sudo apt update。这一步超级重要哦，它会帮你更新套件清单，确保我们等一下安装的软体都是最新的版本。接下来这个指令就更方便了，一行指令就把所有需要的东西一次装好。你看，这里面包含了轻巧的 XFCE 桌面，一些很实用的小工具，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叫做 XRPD， 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要从 Windows 连线过去的远端桌面伺服器。好，接下来这2个指令啊，你看起来可能觉得有点长，有点复杂，但别担心，它的作用其实很简单，它就是去调整设定档，让我们的远端桌面颜色可以更漂亮、更丰富，不会看起来灰灰的，颜色怪怪的。这个指令虽然很短，但它超级重要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留一张纸条给远端桌面服务，上面写着：嘿，等一下有人登录的时候，记得要帮我打开 XFCE 桌面哦，就是这么简单。OK， 来到最后的设定步骤喽，我们要修改一下启动的脚本。这边这几行指令的目的，主要是为了避免一些小冲突。我们要确保 XRDP 服务一启动，就是很顺利的直接载入我们的 XFCE 桌面，不会跟其他东西打架。太棒了，所有的设定都完成了。现在我们就用这个指令把 XRDP 服务正式启动起来。下完这个指令之后，你的新桌面其实已经在背景悄悄地跑起来了，就等着我们连进去。好的，伺服器已经在运作了。现在我们来到最让人兴奋的最后一步，就是要亲眼看看我们刚刚辛苦打造的成果。我们要从 Windows 连线到这个全新的 Linux 图形界面。在连线之前，总要知道门牌号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先回到Ubuntu的终端机，下这个指令，找出它的 IP 位置。看到那串数字了吗？把它复制起来或是抄下来，我们马上就要用到了。好，现在回到你的 Windows 桌面，按下 Win 加 R， 输入 MSTSC， 打开远端桌面连线，然后呢，把刚刚那串 IP 位置贴进去，按下连线。接着输入你的 Ubuntu 账号密码，当当，你的新桌面就出现了。恭喜你，到这边你已经成功了。不过在结束之前，我还要分享一个超实用的小技巧。因为你装好桌面之后，第一件事8成就是想装个浏览器嘛，对不对？但这里有个小陷阱，我们先来把它解决掉。你可能会很直觉的就想用 sudo apt install Firefox 来安装火狐浏览器，结果发现，怎么不能用？这背后的原因呢，其实还蛮有趣的。问题的关键点就在这里，预设的安装方式会用到一个叫做 Snap 的技术来安装软体，但是呢，这个 Snap 技术需要一个叫做 systemd 的核心服务才能正常运作。偏偏 WSL 的设计架构对 systemd 的支援不是那么完整，所以这就造成了冲突，安装完也打不开。那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我们换个方法就好了。只要照着画面上这3个指令，我们就可以安装另一个版本的 Firefox， 也就是 ESR 稳定版。这个版本呢，它的安装方式不一样。
完全绕过了 Snap 的问题，保证可以顺利安装跟使用。好了，你现在已经在 Windows 系统里面成功打造了一个完整可以运作的 Linux 桌面环境哦，是不是很酷？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，你第一个想在上面安装什么，玩点什么呢？